这次我更舍不得闭上双眼，舍不得谁为我难过。我们不用假假结婚好吗？我可以做你真正的新娘吗？哥哥，我们去找二叔，可是你受伤。我没事，二叔跟越南人有生意来往，应该有他的联络方式，我们去问问他。哦。哎，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交情，待会你别说话，我来问就好。哦。哎，站都站不稳，还大老远跑来这里小兵。你现在弱不禁风，碰一碰就会碎掉，没事别乱跑，真是的。我有一个同事的女儿满月，想送点特别的东西，所以就过来看看水晶。哎呦，嚯！一觉醒来果然不一样哦。以前你才看不上我这些石头的。哎呀，这是好事，来，我介绍好料给你，新出炉的缅甸玉。哎，卖玉的刚刚走掉，这些都是好料啊！来，卖玉的人是越南人吗？你怎么知道这么厉害？上面写着越南字。是，律师就是律师，观察入微啊。他是越南人，不过我们叫他缅甸华，很有趣的。我跟你说，他做了犯法的事，我们要找他。他做了什么犯法的事？可能要坐牢，蛮严重的，所以要跟二叔打听他的消息。坐牢？哎，等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他在越南抓走一个小妹妹，在10多年前，那个时候风妮大概这么小，越南人都讲是他抓走我的妹。失踪的小朋友是芳草同乡的妹妹，芳草是受人所托来打听她的消息的。10多年前从越南来的。缅甸华现在住在哪里？二叔，说，缅甸华来新加坡之后，他住在哪里？1年他才来新加坡几天，应该是住那种廉价的酒店，随便住的那种，我没问。那他手机号码多少？你跟他有生意来往，他应该会联络你的。那你就错了，我跟他不熟的，通常他要卖东西都会主动跑上来，我没有去找他的，更何况他才来这里几天，应该是用那种机场买的那种临时电话卡，没有固定号码。所以你找不到他？我找不到，肯定找不到。Hello， 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啊？你搞什么鬼啊？他们说你拐卖儿童，你犯法啦！我就知道他们会去找你，所以赶过来通知你。我不信，他们跟你说了什么？你别告诉我，他们说10多年前抓来这里的那个小女孩是珊珊啊？是。你跟我说，那小女孩是因为家里穷，父母养不起她，才找我来领养的。为什么我是抓来的呢？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我给你害死了。我也不想骗你啦。如果我跟你说那小孩子是卖的，你敢要吗？我不过是想帮朋友要点钱罢了。给我搞清楚啊！当年我给他们的是救济他们的钱，不是拐卖小孩的钱。我女儿珊珊不是我买回来的，是他们越南人不要送给我养的。事情呢有点复杂。那小女孩的爸爸呢是我的好朋友，他需要钱，我就偷偷的把女儿带来新加坡。可是她妈妈不知情，
现在该怎么办？哎，这件事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啊！你别怕，都这么多年了，要有证据的话，警方早就抓人了。他们没有证据，也不知道小女孩在你这。他们说认识你，你可别说溜嘴啊！对，如果我不说出去，没有人会知道啊。那我现在不能留在新加坡了，要去避避风头。那天放在笼中秀卖的那批缅甸玉，你可以先清场给我吗？最好是现金。唔該你，你透出，唔該你，你透出。先拿着，啊，走。爹地，刚才那个人到底是谁？哦，他是我生意上的朋友，隆中秀的玉石。真的是生意上面而已吗？爹地，你不要骗我，我想知道他是谁，而我又是谁？他是供应商，我真的是你买回来的孩子吗？爹地不是存心要骗你的。珊珊，你冷静点。我要知道。别慌，冷静。这件事千万不能惊动你妈咪。她不可以知道你是不是珊珊啊？那，爹地，我真的不是你们的女儿吗？那真的珊珊呢？真的珊珊在哪里？小时候掉进海里，找不回来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只是一个代替品吗？珊珊，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求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你还是珊珊，可以吗？
不起。珊珊拍这些照片的时候，她才3岁。当时珊珊失踪的新闻，只是几篇短短的报道。 引起轰动。过了这么多年，我自己都忘记我心里只藏着这个秘密。那妈咪呢？她怎么会放得下呢？我们努力了很多年。 她才怀了珊珊。当时珊珊的意外，对她的打击是很大的。她经常闹自杀，那段时间我几乎崩溃。本来我以为收养一个小孩，能让她有精神寄托。 老婆，老婆，你看，我带了小朋友来陪你了。来，sit。珊珊。 珊珊，你回来了！没想到你妈咪竟然把你当成珊珊，她以为失踪的女儿回来了，所以我撒谎了。可能老天爷也想成全我。你刚来的时候，像得了失语症。 一直不肯开口说话，所以我也没有提起过你不是珊珊。因为你的出现，你妈咪的病情好转了，我不忍心让她失望。珊珊。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你喜欢吗？为了让假的变成真的，我们搬家，帮你转校，不让你出门，甚至拒绝别人探访，说你病了。直到他们都忘记原来的珊珊。 妈咪对我很重要的，我必须保护她。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原谅爹地好吗？你还是珊珊 ，OK？ 可能我这个珊珊一直都是假的。 但是我爱你们是真的。对不起。我不会告诉妈咪的。我和爹地你一样，是
舍不得他难过。阿婶，哎，芳草师姐，怎么会是你们呐？进来坐，进来坐。堂哥芳草，珊珊，走走走。之前生病的时候，你们常来看我，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探望你们，今天就过来了。那你们人来就好，干嘛还那么客气？哪个你来过来啊？小小心意。啊，哎，你们让我们聊聊天，我去把剩下的苹果烧完。好，你们聊聊天哈，我去倒茶给你们。堂哥，你们送我们礼篮，等一下我们要回礼。我跟妈咪做了沙拉，等一下一起吃。堂哥，你真的是稀客哎。我今天陪他来的。夫唱妇随吗？好恩爱哦。芳草，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我想念你了。你旗袍的功课做完了吗？我快准备好了，快要做 presentation。珊珊，什么事啊？你们想干什么？阿叔，谁让你们两个来骚扰我家人的？阿龙，你是怎么了？弟弟，你们两个马上给我滚！二叔，你怎么了？滚啊！阿龙，你到底在发什么神经啊？哦，他们跟你讲什么，你都别信，不是真的。二叔，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给我闭嘴！你走走走走走！你给我出去！出去！到底是怎么？你这么做，我去打你们了！你住手！阿叔，我们没有要怎样，还说没有？你分明是不怀好意，想要钱是吗？我没有要你的钱。芳草，不要再说了，我们走。可是，走啊！你再不走，我就去打你们了！老婆，老婆，妈咪，老婆，哥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走。刚才二叔对我们这么凶，他这么害怕我们，他一定有问题的。我知道他有问题，可是我跟你说过了，不能冲动。我没有冲动，是他。我知道，所以要在你情绪失控之前离开啊。我没有想到二叔会这样，是我疏忽了。所以你现在帮忙二叔，不帮忙我了。在搞清楚状况之前，我谁都不帮。我们只是推测珊珊是你妹妹，根本没有真凭实据。万一缅甸华从越南拐来的小女孩不止一个，万一欧阳家的珊珊是别人呢？我们这样胡乱扯关系，会害了珊珊还有欧阳家的。我觉得珊珊就是我的妹妹，她是我的妹妹。我知道你懂的，只是心里难过。走，我们回家。我不要回去，你要你自己回，我要在这里等你。我的脚不能站太久，扶我。妈咪，他睡啦。爹地，你吓到妈咪啦。哎呦，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冲动，我心慌，我就忘了。哎，等一下，那个越南小妹，我跟陈妈咪说什么吧？芳草到底知道什么？
我的身世。刚才我去医院看那个缅甸花，他说那个芳草一直追问着以前的事情不放，原来他不是在帮同乡找妹妹啊，她是你亲姐姐。哦，哎呀，她现在又变成是你的堂嫂，完了！这件事情是瞒不了多久的。哎呀，我要尽快想办法解决。我不能让你妈咪知道你不是珊珊，是抱回来养的。哎呀，怎么办？不可以再让他们见面。不可以。哎呀，怎么办？为什么要骗我？他们为什么要骗我？珊珊在哪里？没骗你们，是真的。今天早上都办了出院手续了。不可能的，他们讲他受伤到不可以动，为什么可以跑掉？对啊，我们昨天来的时候还说不能出院呢。院方是不准他出院，但是他硬要走，连保证书都签了，说什么若是出事的话也不会追究，医生也没办法，估计是没钱付医药费吧。我想请问，接他走的那位朋友长什么样子？高高壮壮的，好像有健身的样子，年纪跟病人差不多吧。是阿叔吗？二叔，师姐，你一定要帮我给你跪下。二叔，你怎么了？快起来，快扶二叔起来！不要，我要跪着。二叔，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好商量。这事不能商量，你一定要答应我。珊珊的身世，千万不可以跟你二婶说。我除了等等，不要跟珊珊相认。好，你要钱，我可以补偿你。芳草跟珊珊真的是亲姐妹。缅甸花什么都告诉我了，我发誓，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小女孩是被拐带的。如果我知道，我是不会要。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拐带人家的孩子，我不是故意的。我其实也有过孩子，我知道弄丢孩子的那种痛。我怎么会去抓人家的孩子呢？我以为我去领养一个孩子，丽颖就会好起来。我真笨啊，真笨。我求你，你忘记珊珊好吗？你可以忘记你的女儿，我不可以忘记我的妹妹。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还的。你抢走我的妹妹，你以为只有你的老婆会伤心？可是我的妈妈呢？我的妈妈也很伤心。你这样很自私。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你要钱我可以给你。我不要你的钱。我从越南做这么久的飞机过来，不是为了钱。我是要带我的妹妹回家。如果我可怜你们，那我的妈妈呢？谁可怜我的妈妈？
总之，你不可以带走珊珊。珊珊已经忘记你了，她不是你妹妹，她现在是我女儿。因为你一直骗她，你们一直骗她。如果我跟她讲，我一直在找她的话，她一定会陪我回去的。放吵，别吵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二叔，这事有点复杂，吵赢了也没有用，大家都需要冷静。你先回家好吗？师姐，我求求你，帮我搞定他。哥哥，如果我跟珊珊讲，我和妈妈都很想念她，她一定会陪我回去的，对吗？对吗，哥哥？她一定会陪我回去越南找妈妈的，对吗？妈咪，妈咪，妈咪为什么没有在床上面休息？妈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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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医生，我太太的病是不是复发了？我会增加她的药量，你们别再让她受刺激了，暂时住院观察几天吧。欧阳太太，你好好休息，有事的话就按铃叫护士 ，OK？ 谢谢。老婆，珊珊啊，珊珊你在哪里啊？珊珊。没我在。珊珊，你不要走那么远，可以吗？妈咪，我没有走啊。你回来，珊珊。妈咪，我哪里都不去。珊珊，你不要走啊，珊珊。我在这里陪着你，别怕，我们都在。珊珊，珊珊，珊珊。我在。珊珊，你不是珊珊，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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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不是珊珊，你走开，你是骗人的！我是珊珊，别嚷嚷！妈咪，我是珊珊，我不是珊珊，你不干什么的？我不想看到他，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你不是珊珊，你走开啊！我还是骗了他，他把我冤枉的。你少啊！我不想看到你，不是珊珊。刚刚走。不要再刺激姨妈了，我们先走吧。不是珊珊，不是。你没事吧？都是因为，珊珊，你们都没有错，不要责备自己好吗？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我一辈子是珊珊不好吗？你知道吗？我20多年来
第一次这么讨厌我自己，真的很讨厌我自己。珊珊，不要这样。我的世界一直都变了，我的情人不是情人，我自己不再是我自己了。今天不管你是珊珊也好，不是珊珊也好，都有我在。珊珊，我有事情要跟你讲，你记得这个吗？小时候我在垃圾找到的，你说你很喜欢，所以我一直留住。还有他的衣服，你说你怕娃娃冷，所以我就帮他做。还有这些，你看哪一个比较漂亮？我不记得了。你现在不记得不要紧，我慢慢跟你讲，你就记得了。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你的事情我不想记得。我知道你以为我跟妈妈不要你了，忘记你，所以你才生气讲这些话。是我根本不想记得你们。其实我们真的有试过找你，只是找很久，一直找不到。已经不重要了。你，对不起，是姐姐不好。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求神。求神叫那个坏人抓我，不要抓你，这样你就不用可怜一个人来新加坡了。对不起，这些年来应该是我过得最幸福的日子。我被捧在手掌心呵护，爹地妈咪没有让我吃过半点苦。反而我的痛苦是从你提醒我不是珊珊的时候开始的。那些都是假的，是因为不要再说了，求你不要再来找我，可以吗？你给我！如果你真心对我好，请你回越南可以吗？就当做你从来没有来过新加坡，当做你那个妹妹早就在10多年前死了。你陪我回去看妈妈一次，就一次，可以吗？我再说一次，我叫欧阳珊珊。无论你问我多少次，我的答案还是一样。我的家不在越南。来，今天是冬至，我煮了汤圆。虽然今年不能在家里面吃饭，但在这里吃汤圆，我们也算团聚了。好好好，爹地一定把它吃完。太好吃了，简直是软进心里了。蕾蕾，你今天心情很不错哦。当然，在家里闭关了那么多天，今天是冬至，终于可以开店了，也算是圆满。给你看一样东西。我们家装了这个，等一下你手机可以下载这个 app 啊，那只要点开就会看到妈咪了。是 CCTV 啊？我还找了邻居阿姨帮忙看着妈咪，双重保护，我又可以开店，有东西就不用白给租金了。蕾蕾啊，可是我看不到妈咪。可能上厕所吧。电话。邻居阿姨啊，每天这个时候她都会打来跟我汇报妈咪的状况。喂，阿姨啊，什么？不见了？喂，怎么会这样的？那你现在马上给我下楼找他，把他追回来去呀！哎呀，蕾蕾是妈咪不见吗？是，我打他的手机啊。
喂，李莹啊，你现在在哪里啊？在超市买东西？等一下，有人要吃烧烤。家里已经很久没有庆祝圣诞节，我还要买很多东西。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在忙，回家再说吧哈，拜拜。珊珊的妈妈。电话打不通怎么办？妈咪，不是，我们去附近找找吧。去那边找。哎。弟弟怎么样？我问过附近的人，都没有见到他。我也打给邻居阿姨，她说妈咪还没有回家。喂，世明，你知道妈咪在哪里？Hello， 阿姨。你女儿我女儿，几岁啦？我今年24岁了。好可爱啊！我女儿珊珊跟她一样长得那么高，也是很可爱。你一个人吗？你的家人呢？他们在那里等我。好了，我们要回家了，来，跟阿姨说拜拜吧。他为什么带走珊珊？他为什么带走我的珊珊？他为什么带走我的珊珊？她不是珊珊，他为什么带走我女儿？你买了为什么带走我女儿？可以带走我女儿！珊珊，珊珊，珊珊，她不是珊珊，你不可以走！珊珊，不是，珊珊，不可以走！珊珊，是我。老公，有人抢走了我们的珊珊，你赶快去把她追回来，追回来！他是保姆来的，他带珊珊回家。哎，我们现在回家看珊珊，好不好？你骗我！我们家没有保姆，你骗我！你赶快去把她追回来！是，赶快把她追回来！好。珊珊在这里。妈咪，我是珊珊。你怎么搞的？他不是，阿苏。吓到了吧？喝点热的，定定心。谢谢弟弟。你放心吧，二婶没事，只是需要住院接受治疗罢了。弟弟，不是做错了。我看见珊珊伤心，我也很伤心。我是不是不应该来新加坡？
如果我没有来的话，珊珊的妈妈也不会傻，珊珊也不会变成这样。是我不好，他们才是一家人，对吗？别哭了，你对珊珊好，她是知道的，她不是不理你，只是她妈妈现在这样，她顾不上你是很正常的。我不是生气珊珊，我是生气我自己。我以为带珊珊回去越南，她会很开心。我只是要她开心，可是刚才我看到她这样，我的心真的很痛。我很对不起，很对不起。我现在知道了，只要珊珊开心，就算她不要跟我回去越南也可以。我现在知道，还来得及吗？别哭了。对不起，伤口还痛吗？不用紧的，一点点而已，你不要担心。珊珊，对不起，我觉得我做错了，我害到你妈妈变成这样。如果你不要跟我回去越南，我不生气了。你做回珊珊，不用做我的妹妹，我们像以前一样做回好朋友，可以吗？只要你开心，我跟越南的妈妈也会为你开心的。你还好吗？上车。这几天你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珊珊很担心，你去哪了？我去处理一些一直困扰我的事。处理好了吗？被我搞砸了。我每次想要做一些有出息的事，都会被我搞得一塌糊涂。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了，或许我们还能当朋友。知道吗？除了你之外，我好像没有朋友了。我已经连续2天睡不着，想要找个人陪我聊聊。这时候，我翻开手机的时候，我才发现，除了你，已经没有人可以让我分享了。为什么我们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啊？奥斯曼死了，
知道太多了。他把不应该说的都告诉珊珊了。你杀了我什么？他把你不应该知道的也告诉你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为了我以前做的糊涂事，为了你的那场车祸，这1年多来，我每天都在担心，每天担心被揭穿，每天都在受苦。难道这些都不算赎罪吗？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放过我啊？司令，你今天有点累，我们暂时不聊这些，我先陪你回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场车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如果我知道你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宁愿站不起来的人是我，我宁愿醒不来的人是我。我一直都知道，你不知道，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想结束这一切，我想马上结束这一切。师姐，师姐，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师姐，请胜利。士兵，误会了，别打了。哥，你没事吧？谢谢。血止住了吗？真的不需要去医院。不需要。我刚才以为你想伤害我哥，所以我才动手。对不起啊。不能怪世民，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哥。我只知道，在我失去一切之后，留在身边照顾家人的，一定是真心朋友。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场车祸。醒来之后，我一直没提起，不是因为我失忆。而是我觉得你值得一次重来的机会。在医院睡了这么久，我反省了很多。我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偏执，一意孤行要揭发你，事情也不至于没有挽回的余地。人生每一个选择本来就回不去，别再逃避了，勇敢面对，面对才是真正的放过自己。胜利，你终于回来了。
什么受伤了？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我们以后也不要让彼此伤心了，好吗？我这次不能答应你了，我要让你失望了。你在说什么啊？我这次回来是要向你道别的，答应我，以后找一个更爱你的人保护你。你说什么？我只想要你啊！认识你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是我自己选错了，我错过了幸福。你好，请问秦胜利先生在吗？你是秦胜利先生吗？是。秦胜利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及一宗买凶杀人案，麻烦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大伯母，珊珊，二叔，大嫂，二叔、珊珊，我帮你们泡了茶。堂哥，二叔，我出门又有点匆忙，没有带东西过来。自己人呢，别那么客气啊。是啊，一家人不必见外了。珊珊，我帮你把行李搬进房间。我来就好了。你的房间麦罐头已经帮你收拾好了，我带你去看吧。谢谢你们肯收留珊珊。二叔，你别这么说，珊珊这么懂事，就算你不开口，我们也会收留她的。刚才我没有把车停好，我去移车。Hello，你应该回家，需要你照顾。珊珊就交给我们吧，这个家我们大家一起扛，不会散的。我以前这样对你，你是应该跟我说几句狠话的。我现在有求于人，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看到你回来，我很高兴，因为只有把我当作是亲人的，才会找我麻烦。兄弟，以后风雨同舟，欢迎你再找我麻烦。堂哥，我可以进来吗？进来吧。坐吧。什么事？没什么，过来打个招呼，看你还缺什么。没有。那就好。当自己家吧，不用太拘束。谢谢你们。以前我都被捧在手掌心，现在一夜之间身份变了，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
还好有你们当我是家人。芳草刚来新加坡的时候，也在这个房间住过。他在这个家里更像一个多余的人。这个傻瓜刚来这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陪大家说着不熟悉的语言，应该也挺孤独的吧。不过他还算励志啊。不管是挨骂还是受委屈，从来没有让他忘记来新加坡的使命。一个对你我来说可笑，对他来说遥不可及的使命，来找他朝思暮想的妹妹。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你可能不会太在意。我以前也一样，觉得每天睁眼醒来是必然的，正常走路是必然的，只要自己够优秀，幸福就是必然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就算别人的付出是必然的，只要你忘了回头看，还是会错过。爱情可能没有办法分享，但是亲情不一样，多了一个身份，你就不再是你吗？那天二婶住院，芳草回来哭了一整个晚上。她难过，不是因为你不认她，是她自责。她觉得她毁了你的家，让你伤心了。你觉得我很自私吗？都是选择，爱自己多一些没有错，但是有一些人会选择爱别人多一些。芳草是疼爱你的，即使你这一生不再有她和越南的妈妈，她还是希望你幸福的。二婶思念失踪的珊珊，一直放不下。而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也有一个跟二婶一样思念女儿的母亲。失踪的珊珊是回不去的遗憾，但是活着的珊珊有选择。即使你再不愿意相信，芳草的妹妹也确确实实曾经存在过，不是吗？以我的恋爱经验告诉我，一段爱情为什么会错过，一般上都是人为的。可是人总是把责任推给缘分，是缘分负责让你们相遇，可是要怎么发展，是靠你们自己啊。脑积水这么大件事情，你也瞒着我们。钟世明，你做事到底有没有分寸的？
是哥不要我说的。你哥不说，你就觉得你可以不说吗？有什么事回家再谈，别在师姐面前吵了。我哪有跟他吵？好不好？我们让师姐休息，我带你们去肯定吃点东西，然后再上楼去看佩佩。世明。你一直骗我，你跟我讲你没有生病，讲你讨厌我，都是假的。可是我笨，我听不懂啊。你就不会讲简单一点吗？哥哥，你每次都骂我没有带这个，我现在带了，你快点起来看。需要更大的勇气，一览无遗是爱你的心。哥哥，我明天就要回越南了，你不要一直睡觉，你起来跟我讲再见，要不然我就不要回去了。你就不要让我伤心，可以吗？妈妈生病，现在哥哥又生病，我应该怎么办？哥哥，你快点起来跟我讲，你很厉害，你跟我讲我应该怎么办？哥哥，刚才做 MRI 的时候，我真的很怕。我一直在想弟弟问我的问题，他问我喜不喜欢你，我喜欢的，哥哥，我很喜欢你，就算你凶我也好，骂我也好，我还是很喜欢你，哥哥。我们不要假假结婚好吗？我可以做你真正的新娘吗？你等我回来，做你的新娘可以吗？你起来好不好？人都是从沉睡中醒来，醒来后再沉睡。这次我更舍不得闭上双眼，舍不得谁为我难过。医生，我今天不能留在医院，我保证。明天手术之前，准时回来报道。你现在的情况根本不适合离开医院，我不同意。如果我的明天在手术台上结束，
我不希望我的人生留下任何遗憾。有什么能比命更重要的？也许在这个阶段，有一个人的幸福比命重要。堂哥，你不是在医院吗？为什么忽然跑回来？我有个愿望，只有你能够帮我实现。是什么事啊？如果可以，陪芳草回越南一趟，就算只是短暂的相聚，也不要让越南等你的那个人自责一辈子。对你来说，他可能只是个陌生人，但是对他，对芳草来说，你回家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团圆。如果每次睁开眼睛都能许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的人生都能圆满。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Hello, excuse me. Do you know this lady, Mai Phương Thảo? À, Thảo, nhà nó đằng kia kìa, anh đi thẳng xong anh quẹo trái nha, xong rồi thấy cái chùm bông kia kìa, cái xong là quẹo phải xong thấy cái nhà màu vàng á là quẹo trái thêm lần nữa là tới. Thank you. Không có gì, không có gì. Anh ơi, anh cần gì à?哥哥，你为什么会跑来这里？弟弟跟我讲你生病很严重，你为什么来越南？你的东西放在我家很久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拿回去？你跟弟弟骗我的吗？我没骗你，我真的有病。可是你看起来好像没有病，而且你走路都不用那个杖了。我的病需要靠近一点才看得清楚。我上网查过了，斗笠在越南有个美丽的传说，相恋的男女因为家距离远，所以每一次分开都会想念对方。然后你还只做了16个圈圈的暖蜡，送给自己喜欢的哥哥。想念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下，好像在身边一样。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把斗笠送给我，你是不是那时候就喜欢我了？我是想要收买你，娶我做新娘。可是我偏偏上当，把自己给卖了。可是后来你把我赶走了。因为我害怕，我怕你跑掉。我没有要跑掉，是你不要我。这个我每天都戴着，从来没有拿掉过。可是我送你的暖蜡，你一次都没有戴过。这个斗笠这么丑，我才不要戴呢。
我的话还没说完。送斗笠的那个新娘，我打算把她娶回家。去收拾一下，元宵节之前跟我走。哥哥，我不明白，你是要我跟你滚回去新加坡吗？对，滚回去，我娶你。哥哥，你是喜欢我了吗？还是一样，笨死了。我很久没有听华语了，你慢慢讲，再讲一次。好，那你听好了。N-U-M。年少先thật luôn liên tỏa sáng khắp bầu trời cao cao, đường về nhờ gió xa vờ vỡ trong tim.